轰！光球在与岩浆的碰撞下，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音爆，瞬间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这片天地的上空。神魂体的身影在自己所释放出的光芒中逐渐的败吞噬，他的身影最终消散在这片天地间。萧炎、沐尘他们的心中涌动着一股难言的复杂情绪，望着他们眼前的消失这颗星球守护神，尽管相识时间短暂，却在生死攸关之际施以援手。灵动完成了空间的转移，而萧炎、沐尘也听到了他的紧急呼唤：萧兄，沐尘，走。话音刚落，一股无形而强大的空间力量将他们彻底的包裹起来，仿佛被空间的丝线牵引，穿越了空间的界限。这股力量撕裂了空间的束缚，让他们的身形变得虚幻。萧炎、沐尘感到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化作了一缕青烟，随风飘散。他们最后看了一眼这颗即将毁灭的星球，只见星球表面裂开了一道道可怕的缝隙，宛如一张张张开的大嘴，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星球的解体如同一幅末日画卷，裂纹蔓延至整个星球表面，仿若大地的皮肤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崩裂。毁灭的力量自星球深处爆发，犹如千万颗星辰同时引爆，光芒刺破黑暗，将周围的虚无染成了一片耀眼的银白。在这广袤无垠的小宇宙中，一颗曾经辉煌繁盛的星球犹如时光的残叶，终究无法逃脱宿命的终结。星球爆裂的瞬间，仿佛是天地初开的惊雷，震醒了沉睡的虚空。璀璨的光芒在漆黑如墨的背景下绽放，宛如千军万马奔腾，既壮丽又凄美。星球的碎片如烟花般四散飞溅，在虚无中留下了短暂而灿烂的痕迹。然而当光芒逐渐消散，三道孤独的身影在距离毁灭的星球极其遥远的虚无中显得愈发清晰。萧炎、灵动、沐尘，他们的眼中映照着星球毁灭的余晖，心中却是波澜起伏。这一刻，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与无力，仿佛整个小宇宙都在告诉他们，即使是最强大的生命，也终究逃不过时间和命运的裁决。他们的心随星球的毁灭而沉沦，脸上不见往日的欢声笑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但他们知晓，无论心中感受如何，他们的修炼之路仍将继续前行，前方的道路不会因为一颗星球的消失而止步。萧炎他们也从星球守护神那里听闻了一个关于神藏深处的秘密，那是一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地方，九死一生的几率让即便是他们也不禁心生畏惧。但命运似乎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他们想要在神之路上走得更远更高，就要不断地深入神藏之中，就仿佛与神藏之间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即便前方的道路未知，他们也必须迈开步伐，去追寻那可能改变自身命运的大道造化传承。他们肩负着无上传承者的使命，必须踏上探索神藏深处的征途，往往在最危险之中生存下来，那么就能够获得最意想不到的结果。随着星球的消逝，萧炎三人的目光再次投向这片神藏小宇宙的远方，他们的身影在星空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坚定。然而就在萧炎他们准备继续探索神藏时，在非常遥远的区域上，那里的虚无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撕裂，一声轰鸣伴随着耀眼的光芒，瞬间照亮了黑暗的虚空。星球爆炸的毁灭之光如同千万道流星，划破长空，震颤着神藏的每一寸空间。又是一颗星球的毁灭波。灵动惊异地开口道，这股庞大的毁灭波动应该错不了，难道其他进入神藏中的强者大能也触发到了他们所在星球上的某个阵法？萧炎眉头紧锁，他知道这种规模的能量波动只有星球的爆炸才会产生，不然也不会隔着如此遥远几乎肉眼看不到的深处传荡出恐怖的毁灭波动感。他们三人也才刚刚经历过星球的爆炸，自然非常的清楚知道星球毁灭时所爆发出来的波动，所以在他们的心中升起同样的想法，必定是其他修炼者触发了星球上古老的阵法，引发了不可预知的灾难。萧炎、灵动、沐尘身形如电，向着神藏深处急速掠去。穿梭在那些废弃星球之间，他们能感受到星球上残留的古老气息和荒凉之意。星球表面裂痕交错，宛如一张张无法愈合的伤疤。萧炎能体会到这些星球曾经的辉煌与现在的颓败之间的强烈对比。忽然，在他们经过一处奇异的星球边缘时，两股强大的力量波动从这颗星球中传出。萧炎、灵动、沐尘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异之色，他们知道这两股力量必然是神藏中的宝物所引出的争夺。看来这颗星球似乎有宝物出世了，竟然引得双方发生剧烈的征战。萧炎停下前行的身躯，站在这颗星球最高处的虚无上，目光凝视下方星球的某个区域。下去看看吧，或许我们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不一定。沐尘倒是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虽然这宝物已经被别人抢先发现，但是在神藏中实力者为尊。说罢，萧炎三人的眼中闪过一道金芒，瞬间冲入这颗奇异的星球之中。随着他们进入这颗星球之中，沿着那两股力量的源头冲去，他们也越来越接近力量波动的源头。萧炎三人的热血在这一刻也立马沸腾了起来，因为在其中有一位高阶半道神的实力。
而其他的则是初阶半道神以及2位中阶半道神的强者。很快，他们3人的身影已经来到了星球的地表上空，眼前的景象越发令人震撼。这颗星球之上，数道身影在虚空中对峙，他们的气息如同风暴一般肆意激荡，似乎随时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爆炸。萧炎和同伴们停下脚步，目光紧紧锁定在那些散发出强大气息的数道身影上。不过眼前的这些身影，萧炎他们并不认识，也不是某些势力之人，而是散修者。但让萧炎他们讶异的是，其中有一位散修者的实力竟然有达到高阶半道神领域，这着实让他们感到有些吃惊。先要突破到高阶半道神的领域，换作是萧炎、灵动、沐尘3人，在没有神物和丰富的神之资源下，都不见得能够突破到高阶半道神之境。所以对方能够在这大道沉寂的情况下，宛如坚韧的萌芽缓缓生长，就证明了他的不凡之处。而现在他却是一人独占眼前足足有5位初阶半道神和2位中阶半道神的散修者。但是不知为何，萧炎他们在这7名散修者的身上感受到了诡异的气息，即便是拥有高阶半道神的那位散修者与之争锋时，都只能是不分上下。秋服，你还是交出那样宝物吧，不然等会你死在我们的手中，那就得不偿失了。其中一位中阶半道神的强者露出诡异之色道：我们也承认你是散修者中的佼佼者，能够有此成就已经不凡，如果在神藏中获得大道机缘，那么你就有可能突破到大道主神之境。可是那个宝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极其需要，你想要凭借一人的实力，可无法击败我们那位被称之为秋服的男子。神色肃然平静，但又露出丝丝的凝重之色。原本来说，以他高阶半道神的实力对抗5位初阶半道神和2位中阶半道神，简直可以做到压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的身上蕴含着一种非常诡异的气息，使得他们的招式和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虽然那股诡异的力量不属于他们本身，可是一旦自己的半道神力在接触他们7位联手的攻击下，却始终无法压制对方。那股诡异的力量似乎能够轻易地将秋服的半道神力压制，如果进入持久战，那么秋服必然会被他们消耗半道神力，到时候恐怕就真的栽在他们的手里了。要不是你们身上的诡异力量加持，你们以为联手就可以压制我吗？想要那样宝物，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秋服心意已决，好不容易发现那样宝物，绝不能够让对方夺走。而且神藏中本就是激烈惨烈的争夺之地，实力为尊。那7道身影见到秋服依旧冥顽不灵，他们也不再留手，将自身所有的诡异力量尽数爆发。他们就不相信，在他们7位拥有诡异力量的围剿下，无法击杀眼前这位高阶半道神。既然如此，那么就把你的尸体踩碎，再夺回那样宝物，大家用尽全力。另一位初阶半道神的强者表情狰狞起来，似乎对于他们口中的那样宝物有着势在必得之势。很快，7位神期强者身披战袍，神态威严，他们的目光犀利如刀，身上散发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强大气息。他们的身影在瞬息间变换，强大的神力化作兽形，有的化为猛虎，有的变成巨龙，甚至还有一人变成了犀牛，其神力之强，仿佛能撼动天地。突然间，他们齐声咆哮，神力汇聚，化作7道凶猛的兽影，朝着对面的秋服扑去。空气中一股强大且诡异的波动随之弥漫开来，仿佛要将整个空间撕裂。而萧炎站在远处，眉头微微紧锁，他能感受到那股波动中夹杂着一种诡异的气息，紧紧盯着场中的每一个细节，心中暗自戒备起来。在旁边的灵动和沐尘也不约而同地感到了异样，3人目光交汇，彼此都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然而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7道强大的攻势，秋服面色凝重，他知道此刻不容有失。他深吸一口气，全身的神力如同潮水般汇聚，随即施展出自己最为强大的神技，光芒从他身上爆发而出，将他整个人笼罩，仿佛化作了一尊不朽的神像。他的气势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天盘神像。秋服面色肃穆，双手合十，这一刻整个空间开始动荡，随着他的动作，那座巨大的神像也缓缓合上了双手，周遭的空气骤然变得沉重，仿佛有无形的力量在汇聚，空气被一股不可见的力量撕扯，空间随之波动，波动中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这股力量的恐怖难以言表，即便是一些高阶半道神强者也得退避三舍，无法直面对抗。然而面对这股力量的乃是7位身怀诡异力量的存在，他们的气息各异，却同样强大无比。